上一周里，我们介绍了2B 法。对于这种方法，大家可能觉得既爱又恨。对于它的爱，来自于它是一种普适的求解方法；对于它的恨，来自于它是麻烦的。对于一个6个支路的电路来讲，居然需要列写12个方程。在我们这周的课程里，将给大家介绍很多等效的观点。用等效的观点，你就能够比较方便地求解电路。当然了，等效绝不仅仅是一种电路求解工具。理解等效的概念，对于你加深对电路的认识非常有帮助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下面我们就来介绍第一种等效变换——电阻的串并联。在讨论电阻串并联之前呢，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一般性的介绍。首先，一个2端网络，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样的样子。这是2个接线端，那它里面呢，有可能会包括独立源、受控源和电阻等元件。那么我们在这一讲里讨论很多的是内部没有独立源的2端网络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个网络里面只有可能有电阻或受控源的存在。对于这样的网络来讲，我们一般用 P 来对它进行表示。我们今天这堂课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是，对于任何一个没有受控源的2端网络来讲，它总能等效成一个电阻的形式。那么其中呢，这个电阻呢，当然是等于 U 比 I 的。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关于等效的非常重要的讨论。我们这里说的等效是指的2个子电路，比如说这个和这个，在端口上的电压和电流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。那具体来说，对于子电路2来说，它的端口电压电流的方程是这样的。于是对于端口1来讲，我们一定能够写成 U 等于神墨乘以 I 的形式。这个神墨就是这个 Req。在这一讲里，我们将反复讨论这一概念。这一概念是对等效概念最本质的讨论。